好，我是中茂盛家佛像部的李雪。然后呢，今天呢这个导览呢就先由我为大家来一起简单介绍几尊比较重点的拍品，然后请大家一步跟我来，我们这次也是一个开放式的，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些很精美的藏传的造像啊，然后还有一些唐卡，然后我们可以到这边看一下，嗯、你像我们这次也是，就是在整体造型上面也是有唐卡佛像搭配唐卡，这样的又平面艺术，然后又有雕塑艺术，然后给大家一种视觉的美感。你像这个四臂观音，和这个唐卡，它都是这个清康熙时候、清早期，所以说它风格都很相似。然后在一起呢，摆放着，比如说供奉啊，还是我们陈设，都是非常这个华美啊，很这个非常庄严啊。然后呢，我要给大家来介绍的是这个区域。那这个区域呢，这属于我们这个中原时期的这个早期的造像。那早期造像里最有特点的就是我们这一尊是我们重点推荐的。那这一尊造像呢，我们可以看，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你看又有这个背光哈，山形的背光，还有它这一个呈现的是一个水月的自在的形象，下面还带有这种双层的这种四方台座。那它整体的这个风格造像的特点呢，就是具有我们五代时期的这样的一个照相风格的特点，特别是我们看它的面部的刻画哈，还有它的这个铜质是采用这种青铜的材质，那也可以就是明确确定它的一个这个年代的这个特点。我们这尊最特殊的是，它是原装原套，就是说它这个是保存了原有的这个台座和这个山石的这种就是这个台座吧。那么其实这个在这个五代时期的这个造像里是非常少见的。而且我们这个加上台座了以后，它这个和背光以后是25公分啊，那佛就将近有13公分，所以说它是就是原装原套的，是非常的难得。然后我们也参阅了一下，这个是我们曾经在我们公司啊，也是在2019年好像拍出的一尊这个同时期的这个水月观音像，当时呢是拍出了将近160万的这个价格。那么尺寸大小跟我们这种也差不多。那么我们这次呢，这个估价呢，起拍价是从50万开始起拍，所以说不论从艺术性，还是从年代的这个久远性，还有从它的这个整体的工艺性啊，都是非常推荐的一尊啊，非常完美，而且它也是在这个金佛光明这个书上面有出版，然后也是有展览啊，所以说这个来源也是非常好啊，传承有序。然后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是1681号啊。然后呢，我们这还有几尊这个小精品造像，然后大家也可以跟着镜头看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往前面带大家再参观一下。那么这边呢，我们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看，就是这个属于我们中原的这个造像了。那么这个里边呢，大部分都是这个都是明代的这个造像啊。那最有特点的呢，我可以来讲一下我们这尊造像。那这尊造像呢，我们看它的这个题材呢是这个水月观音的形象。那但是水月观音它又有最特殊的一点，是因为这个它带了这个，你看观音的这个左手，它是这个倚靠在这个平脊上面。那这个是在这个水月观音题材里面是非常少见的带脊的这种观音像。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体量很大，它有将近30公分啊，这个高的体量，而且它是一个原始的这个不论我们看它的开脸哈，就是它的面相啊，是非常的这种，就是很端庄，然后也非常的这个祥和，包括我们看它身上的这个璎珞装饰哈，就这种都是这种花锁型的装饰。那它也是早期的，就是这个元代的遗风比较浓郁，包括我们看前面这个大的花瓣型的这种璎珞装饰。啊，那也是它的一个时代的特点，应该是在明早期啊，有这个元代的这个遗风在里面，而且是跟宫廷是非常相关的啊，紧密相连。
而且我们看它这个整体是一个满莲瓣，而且这个莲瓣这个卷草啊是做的非常有力，然后我们看它的背部刻画的也是一丝不苟。最主要的这个呢，还有就是它身上，您看它这个赞刻，这个纹饰呢是比较粗犷的，是那种大的缠枝纹，而且还有带这种鱼子地纹的啊，那这也是一个它的时代的一个特点，早期就是应该明比较早。然后它是一个原始皮盒，那这个皮盒下面其实刚才我们仔细的看，它会留有这个原始的漆金在里边。如果有现场的朋友到这个现场来，我们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其实它里边还有一层这个漆金在里边，所以说就是这么好的一尊，这么特殊的性特别强的一尊这个水月观音像哈，其实还真是挺难得的。然后我们也曾参与了几个这个瀚海拍过的这个带脊的水月观音像，还有就是当时在这个佳士得。这个是一个开封博物馆的一个水月观音像啊，这个元代的。然后我们还在这个巴黎佳士得曾经拍出一尊，这个当时拍了是09年就拍了22万欧元啊，而且它是这个也是没有迄金的哦，所以说我们这尊的起拍价是45万。然后体量有将近30公分，而且集很多的特殊性为一身，那么也是汉藏结合的这样的一尊非常好的题材寓意很好的一尊造像。然后如果有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这是1693号然后我们就可以再来讲一下这尊吧。我们看啊，这尊这个观音菩萨啊，那它这个体量是非常的大哈，而且我们看它的这个面相啊，就是非常的这个宽大然后我们看它的这个开脸儿，其实就是非常的这种有点大，就是大丈夫的这种感觉哈，就跟我们平时的这个女性观音形象有所差异。那么我们再看它这种高的这个大花瓣这个也是高花冠。也是它的一个时代特点。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个菩萨呢，它是有胡子的，你看有3缕胡子，其实刻画非常的细腻。然后整像呢也是这个非常的挺拔，身姿非常挺拔，而且装饰特别华丽，特别是它身上的这个衣纹的装饰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可以给这个镜头看一下。这种大的缠枝的花纹花卉是非常的精细和讲究的，而且上面沾满了就是非常精细的这个鱼子地纹而且您看它这个就是这个都是带有这种装饰性的这种刻花，还有包括你看那个绑腿带呀什么的，还有胸前的璎珞呀，是非常的讲究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身下呢还有一个像一个就是覆盆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圆形的这个3层的台座它是一体铸造的。然后这个呢，它上面也是刻画了很多这个莲瓣的这个纹路，是非常精细的。而且它我们这尊造像呢，是有明确的纪年的，我可以给大家翻过来看一下。刚才说到它是有大男子的这种气象在里面，其实它是体现的是这个佛陀的33身的这个佛祖的这个观音的形象所以说它是特别少，就跟我们的女性的观音不一样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它的背部，其实做的也很挺拔然后也是这个衣纹都是全部是用这种精细的赞刻，然后它写有这个正德2年4月8日，然后这个谁造的这个像，然后当时还有这个世子道士铸造，就是当时这个僧人他铸造的，谁花的哪一年，然后那个就是这个出资，然后来那个铸造的这样一尊佛像，所以带有就是这个明确纪年的这个造像其实是特别少见的，而且还有这么多的这个它的这个记载信息，其实也非常难得。然后我们正德这个年号呢，就是在这个博物馆里边可能是有几尊，包括国博的可能有个2尊，还有武汉博物馆曾经见过1尊。但是都没有我们这尊早，一般都是正德9年这个是正德2年，时间也很早。
然后体量非常大，这个体量有60.5公分，然后弓是非常的细，而且题材非常的稀有，它是这个南向的，就是南向，它是观音32相里边的这个佛祖的形象，所以说它这个也是非常特殊的，而且胎非常厚，然后它的这个包浆皮壳呀，还有集很多特殊性为一身，然后也是特别好的一件拍品，也推荐给大家。这个是1695号啊。然后我们就在参观，我们这边就有些木雕区啊，然后我们可以移步到我们木雕最精彩的一尊，这尊造像呢也是，就是我们面前的这3尊这个3尊的这个一佛这个2菩萨像哈。那这个也是备受瞩目，就是大家每次我们精品展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喜爱啊，然后也给很多朋友介绍过。那么首先呢，就是它的这个材质呢是非常特殊的，是采用非常珍贵的这个檀香木。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檀香木呢，它一般都是宫廷就是运用的比较多。那在我们民间呢，其实根本就是没有这样的这样的料子去给我们去用，所以说它的规格很高。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呢，我先讲一下工艺啊。那这个呢，造像呢，就是它带有原始的这个封底和装帐，你看它装帐也是非常的讲究，具有宫廷的这个制式，它都是用这个装好帐以后，用这个漆呀，全部都给它这个就是这个弄得很平整啊。那不像我们民间在这个后背开槽是吧？然后它都体现它很讲究的一面。然后最有特殊的地方在于它的整体的这个雕琢工艺啊，都是采用的这种榫卯的结构，就跟我们那个房梁建筑一样的，它都是榫卯的，所以说它很严谨。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所有的这个插件啊，都可以拿掉的，都是铆上去的。你看这个2个也是可以拿掉的，这下面还是铆的。然后我们看这个也都是铆的，看了吗？然后一直到下面全部都是榫卯结构的，它下面的2个铆也是2个槽对上以后一起铆上的，然后下面呢可能是应该也还是有装帐的。那因为它采用的是檀香木，所以说我们会有一些淡淡的香味啊，然后这个也是它材料的高级。那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在于它的这个背光，我们看它这个背光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华丽啊。就首先呢，它是由这个火焰纹，还有上面有个7宝珠，那宝珠外边还是有这种很多的这种宝珠装饰。然后它中间呢是采用这种3层的这个浮雕的工艺，包括你看还有这种高浮雕的这个簪花啊，在上面去雕刻。其实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这也是它工艺的这个最精湛的地方啊。再加上它是采用这种宫廷的这种制式啊，然后包括榫卯结构啊，还有它的用料讲究啊，其实它都是应该是出自于这种皇家寺庙啊，或者是宫里啊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出处吧，有可能。那么现在可能流传到民间哈，那我们能够一堂，然后保存这么完整的一套一佛二菩萨然后它的体量有53公分。那么我们能够比如说恭请回家里边，然后我们去供奉啊，还是说去陈设呀，其实都是非常殊胜的这么一件事情啊。然后呢，除了它的工艺以外，其实它的这个造像呢，就是它的做工也非常好。我们从它的开相这个面相上来看，它的这尊造像，我们就高点看，就是它这一套的像，它这个开脸都是非常的这个宫廷风格很浓郁啊，就是它都是非常的这个法线很庄严。然后我们看它的这个，特别是这个菩萨。这个菩萨的它的这个璎珞，您看是非常的繁复的啊，而且你看这个还有它身上的这个衣纹，其实在这个木雕里头做的是非常流畅的啊。然后呢，最主要的，我们找到了很重要的参与，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承德歪八庙的，承德歪八庙当时就现在供奉的这个是乾隆时期的，是带有明确纪年款的，这个衡山式佛和树三式佛，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背光和我们这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宫廷气息的这个浓郁度啊，就是宫廷这个气息是非常浓郁的所以我们就认为这尊造像肯定是应该是清乾隆宫廷这个造像是一定没问题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参照在里边而且加上这个刚才说了它很完整然后又有很好的工艺，又有很好的装账，而且3尊的价格我们起拍价才60万起拍而且它有53公分。这加上背光是53公分这一堂其实供起来是非常的这个华丽的然后也很推荐给大家，也没有修也没有补，保存品相非常完美那这是1699这个它的名字叫释迦3尊喜欢的朋友大家可以关注然后大家随我再看那个，今天就给大家介绍点比较有特色的吧。然后这2尊呢，就是我们征集的时候呢，就是其实也赶巧，然后呢就是征集到2尊，它的铜质非常特殊。那么我们先看这一尊，这一尊呢，它身上的这个铜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有一种那种五彩斑斓、蛤蜊光的那种感觉。那这个其实就是美其名曰，就是我们这个所称的这个紫金立马的一个这个造像。那紫金立马它又跟这个乾隆宫廷当时就是乾隆就是这个班禅60班禅，然后进谏给这个乾隆祝寿，然后当时带了这么一个这个扎四的这样的一个扎四立马，然后他采用的是紫金立马来造的像，所以说这个当时乾隆很喜欢，然后他就不惜重金的再去研究这个材料是如何配制而成的，然后他也是分别用了2次的时间才第一次配的料，然后可能不够稳定，然后第2次又配了1次，所以说当时这个材料非常贵，里边加了有你像什么珍珠就很多这种昂贵的宝石都加到这个里边了，所以说它的留存的这个紫金立马铜特别稀少，我们现在拍卖市场偶尔能见到，然后基本上都在这个国家博物馆或者是各大博物馆里边。那么我们这尊就是比较典型的，它的这个整体的身上都是发这种蛤蜊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身上，您看它这个脸，如果您来现场的话，就会看到它是五彩斑斓的这种就是五彩斑斓的那种光泽感。然后还有它，您看这个有一些斑驳的地方留下的这个原始的这个皮壳的地方，您看都是有这种，我们也可以，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一下故宫的那个当时烧制的那个铜块。就是紫金立马铜，它当时以那个为标准烧造了一个这个铜块，那么就可以在我们这尊造像上面，它的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些这些就是不好去那个擦拭的地方，它会留有这种痕迹，就跟那个铜片的铜纸是一样的。所以说它整体呢，它的这个姿态造型，这个姿态也很这个生动而且它的工艺非常的好。那其实当我看到这个造像的时候，觉得它这个工艺好到应该是北京宫廷的造像，但是后来我们就也请教专家，又仔细研究，把它还是定为这个西藏雪堆白这个造像，因为它这个女性化特点还是挺明显的。那么宫廷一般就不是这么夸张，所以说我们还定为了雪堆白。但是能把雪堆白做成这个宫廷的这样的一个这标准来呈现给我们，其实这个是很难得的。而且它体量很大，它有34公分，那有将近1尺而且它的这个开脸我们看真的是非常的这个俊美而且你看整体也是非常的这种端庄很华丽，还有它的品相非常完整。你像一般的这个，它这些都是分体铸造的，很容易丢失。那么我们这尊呢，就完完整整的呈现出这个绿度母的形象那你想，就是这么珍贵的材料然后能够
存到我们今天啊，这个完完整整的，其实也挺难得的啊。然后这个是我们1652号拍品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啊。然后这个是我们参阅的2尊。一个是这个故宫博物院藏的这尊紫金利玛的一个这个妙音佛母像，其实你看它的这个铜纸啊，就如果看实物对比的话，铜纸啊，还有它的这个时代风格还是都非常明显的。然后我们在还参阅了一个这个承德避暑山庄的一个这个清早期的也是跟我们时期差不多的一尊这个紫金利玛的一尊这个造像啊。所以说它这个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和风格相似的地方。然后大家如果喜欢呢，可以再继续看一下我们的文章啊，我们文章里有详细的介绍。然后我们要看一下现在这一尊。那这一尊刚才讲了，这一尊呢，我们对紫金利玛是有点了解了啊。那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这个扎斯紫金利玛。我们看这个铜纸真的就是和其他的铜那种黄铜啊和合金铜它都不一样，它们2尊都是泛那种五彩斑斓的这种那个闪闪发光的这个铜纸，那很细密啊。然后我们看这尊造像，最主要是它身上用的这个錾刻的工艺，我们可以给镜头看一下，它都是用这种手工的那种一点一点一点这种小针眼的这种装饰。啊，就这种錾刻錾到这个花纹上面，它的田格衣上面全部錾的这种细密的这种珍珠式的连珠纹吧，就是像点点点的这种形式，其实是工非常的精湛，这个在一般照相上是很难见到的。那么我们这尊造像，你看。全部都是这种田字格的这个这个衣服上面全部都用这种工艺錾刻工艺来表现。然后最主要的是这尊造像体量很大，它有将近26公分，而且是带有它背后是带有这个藏文题记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藏文写的非常的标准。啊，而且是它的这个藏文它这个封底还很特殊，因为它这封底是鎏金的。那这个扎斯伦布寺其实还有一些不是个例，但是不是特例，但是也是非常少见的啊。然后呢，它的题材也很好。然后手头也非常好啊，工也很细，而且我们看它的这个开脸也非常的庄严，是吧？啊，非常殊胜。然后这么好的一尊造像能够请到家中，也是非常殊胜难得的哈。然后大家如果要是对这个收藏，比如说要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喜好的话哈，我觉得有一些特殊性的这样的拍品，大家还是可以多多关注的啊，因为它未来的成长性可能还会非常大，毕竟它是非常精美嘛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再看一下这几尊。那这一尊呢，就是我们也写了文章啊，请那个首都博物馆黄春和老师写了文章。那这是一尊这个13世纪的一个这个西藏地区造的一个弥勒像。那么它这个风格其实它融合了多种艺术元素。那从它这尊造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帕拉造像的这个这个风格，而且还可以看到尼泊尔造像的风格。那么在一尊造像上面有2种这个造像风格里边，或者是2种以上的造像风格，其实是非常难见到的，一般都是这个西藏仿尼泊尔啊，西藏仿帕拉，但是它这个3种艺术元素融合的是很少见的。那也不是说我们这一类可能现在出来几尊造像，那这几尊造像呢，就是国外的学者汉斯老师啊，他就是这个麦肯汉斯老师，他当时就写了，就先研究了这个风格，他定为是阿尼戈风格。那么，经我们后来又仔细这个斟酌，觉得还是黄春和老师觉得还是这个西藏的地区做的是，由这个当时技艺非常高的这个尼泊尔工匠啊来造的是非常合适的。而且最重要的这尊造像呢，它是
身上面我们看它的开脸就是具有这个尼泊尔造像的特点啊，它很紧凑这个五官，然后它上面这个高扁的发髻，这就是很明显的帕拉的造像的遗风，还有它的这个你看那个发丝丝丝毕现哈，上面是现的这个塔子，这种小塔也是它弥勒的一个这个化身的一个这个它的标识。然后我们最主要就是看它的这个身姿，你看还有它的这个台座，就是这个帕拉的遗风，这个帕拉的韵味非常浓郁，而且我们看它的这个两个尖花啊，其实做的也非常生动，包括你看这个叶子上面是吧？还有它这个在它的这个裙子上面啊，然后就是用这种金和银啊，这个错金错银的工艺，其实是就是它的级别应该非常的高啊，等级非常高，而且我们看它后背脸非常的这个挺拔是吧？你看这个腰扭动的这个非常的扭动的姿态非常的这个优美，而且它的这个带结呢，我们看就是打得非常灵动，其实它这个就是这个个性化的一个体现，那和后期这个明代很制式化是不一样的，是吧？而且我们看它这个莲瓣是一个满莲瓣的一个，就是这个满身这个满周身是莲瓣啊，而且它这莲瓣非常的细长和饱满，很鼓胀啊。然后我们看它的胎也非常的好，瞳质也非常好，而手头很好啊。那实物比我们拍的图录照片会好很多。然后如果有喜欢这类风格的，就是这个喜马拉雅这个早期造像的朋友们，希望你们能够跟我们要细图，然后能够到我们现场来看一下实物，上手一下实物，好吗？这个是1629号，1629号这个拍品，工艺很好，然后我们再来讲一尊我们最重要的一件拍品，也是我们的封底拍品。那这件呢，也是它集很多特殊性于一身。首先呢，我们看它的风格，那么它具有这个汉藏相融合的这样的一个造像特点。那么我们看它呢，这尊是观音的形象，但是呢，它又与我们就是这个西藏的观音也不同，而且这尊造像它的画佛我们可以看一下，一般我们观音的画佛都是阿弥陀佛，然后它都是坐像的，是吧？当然我们这尊造像是阿弥陀佛的接引像，是站像，这个在造像里面很少见，我们只在故宫见过一件同等的观音是站像的接引的姿态。然后再来看它的这个，这尊造像是开脸啊，非常的这个甜美啊，而且它这个你看每一个面我们展现给我们的都是这个笑意盈盈的这种感觉，而且特别的慈悲啊。然后呢，它这尊造像呢，我们看它的胸肌也是非常的鼓胀。胸肌非常的饱满，而且我们看它这个璎珞装饰还有它这个臂穿是吧？这种穿着装饰这都具有这个宋元造像的遗风很浓郁在里边。然后我们看它这个莲叶呢，你看我们看它这个两个尖花，这个莲叶做的也很生动。那这一般就是它是非常富有这个个性化特点的，一般在明代也不这样去，都很制式化，也不这样去刻画和表现。那么我们再来看它的瞳质也是非常的好非常的莹润，而且你看很光泽，就是这种给人的这种瞳质的润感其实我们是可以近距离的感触到的。而且我们看它的手和脚做的都是非常的这个柔软，而且相对来说比较小，很有肉的感觉，很有肉感的感觉。到明代可能都制式化了，这也是它的时代风格的一个辨认。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工艺特点。那工艺特点我要给大家介绍2点。第一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整体的璎珞装饰，我们看这些小珠珠都是用银车出来的这个银珠，然后镶嵌上去的，这上面全部都是当时元代时候的这个当时我们已经也用放大镜看了，应该是没有，就是原来的这个镶嵌，然后边上还有镶嵌这个珊瑚但是它还有一个最特殊的工艺特点，就是满身除了它的这个露肉的部分以外，其他的。我们看这个后面
是吧？大家就是可能镜头推过去，感觉是特别华丽啊。我们看它这个线条，就是这种都是大的那种缠枝纹啊，缠枝莲，那一般都是在这个元代比较多见。包括您看这个云纹是吧？它那个线条比较粗犷，而且呢整体的刻画呢比较繁复啊，繁而不乱。但是它特别有这个线条，特别有力度啊，很深邃。然后呢，我们同期呢也比较了一下这个元代宫廷，因为汉藏融合嘛，那它势必就会受这个元代宫廷的这个影响。那我们这一尊造像也是这个元代宫廷遗风非常浓郁啊。我们看这个元宫廷，元宫廷呢，这个是很标准的元宫廷造像。然后我们看它身上呢，也是有这种就是这种线条很粗犷的这样的一个阴刻的一个这个装饰。我们看这个后面就很清晰，看这个纹路。是吧？那它元代的，就是它的这个元代这个篆刻信息特别浓郁。那么我们在我们造像的这个有一些这个局部上，你看这些花纹的这个篆刻上面，其实它的风格是非常一致的啊。同时我们看这个元宫廷也很喜欢镶嵌嘛，那这个镶嵌工艺也是这个受到了元宫廷的这个影响啊。所以说通关整尊造像吧，它这个就是汉藏结合的这个非常难得的一个这个案例和典范啊。而且刚才也说了，它工艺非常的精湛啊，包括它的这个品相非常的完美啊，而且是这个开相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安详自在，而且是非常的这个甜美哈。整体呢高也是也不小啊，将近24公分，然后装饰也很华丽啊，然后这么好的一尊造像，其实我征集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征集来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的这个震撼啊，因为当时这个也是。来源有序，当时是2015年北京矿石曾经拍卖出来的，但是当时它这个注入的时候，藏家是按清代买的，他当时定的是清代，所以说但是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大家对元宫廷还没有更多的认识。当我们元宫廷造像慢慢的这个浮出水面，然后有了很多学术性的这个论文以后，我们才发现哦，原来它不是清代的，因为我们只知道这个篆刻可能是只有10艘，是吧？10艘那个把这个篆刻发挥到了极致，这种嵌银丝。但是在元代，我想在元代的时候，或者在更早的时候，也是会有这种这个宫廷的匠人哈，或者是这个宫廷艺人，他也是会有这种工艺在里边。但是他的身上的篆刻和他的艺术气息、时代风格的特点和就是明晚期完全是不是一个不可相比的，而且。它的这个篆刻呢，我们也有比对过10艘这个带款的这个造像，它的这个身上的这个篆刻，那10艘的这个篆刻呢，它可能线条到明代就比较晚期就很阴柔啊，然后它就是刻画的比较细。那么我们这尊造像呢，就是它的这个线条非常有力度啊，而且它刻画的是很那个粗犷啊，跟它时代风格也很相符。那么所以说这尊造像呢，我觉得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然后也推荐给大家啊。那我的讲解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感谢大家。